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继续看银行危机的发展。我们在银行危机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分析了这个银行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在过去的3个星期内，我们都一直有给大家深入的探讨那些政府的官员啦、美联储的官员出来讲的话，讲是讲一套话，我们看他们的行动是做另外一套行动。很多时候为什么外面分析不到位，就是他们听了他们讲的话误以为真，而我们如果看一看他们的行为的话，再推算的话，这就是为什么788好像每一次推测都好像比外面准确一点的，就是我来教大家怎么去看不同机构官员的行动，然后我们推算下一步他们会怎么走。有好多的网友最近来问我，好像是 QE 3.0 了吗？能不能买啊？还是应该逃走啊？应该避开啊？抛售啊？清空啊？等等等等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第一个这张图呢，我给大家看了好久了啊，包括这个方法也教过大家。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美股正处在牛熊这个十字路口，未来怎么走，真的现在不知道，所以也不要太恐慌。哇，怎么样？因为现在呢，也是回到了一个上涨的轨道。上次也教过大家，如果它跌穿了这个支持位的话，那个支持位就变成阻力位。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看到美股是跌穿了这个下降轨道、熊市轨道的那个顶，当时就说，小心会不会熊市从零再来？但是呢，又看到我的估计就是跟美联储又开始很多的借贷，虽然那个是短期的借贷，但是短期内也是多了很多的货币的供应，再加上拜登政府又开始救市了，给那个市场里面打了很多资金，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又回到了一个上涨的轨道，因为它又涨回了，超过了以前跌下来之后的那个顶，变成阻力位，它又突破了阻力位，又回到了一个上涨的平行 channel 那个轨道。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密切留意，就是它正在十字路口，不知道未来怎么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全部恐惧的抛售走掉，也不要量化宽松 3.0 来啦。有很多好的股票我最近在买，但是不要盲目的跑进去，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已经是虚火炒上去了，或者是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的反映在它的股价里面，未来还有很大的风险。所以现在是一个十字路口，那未来要看什么呢？未来有几样东西我们要留意的。第一个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开始降息。我们看到这次美联储加息是放缓了，本来可能要加2码的，现在加到1码了。那下一次很大的可能，下一次美联储在开会的时候不加息，甚至有可能像现在说今年是没有可能降息的，他嘴巴里说今年是没有可能降息的，但是我们看回市场的利率掉期，人家投资者已经告诉我们，市场预测美联储今年会降息100个点子，降息100点子降息降4码，这是很大的，这是现在市场的利率掉期告诉我们。鲍威尔说今年大家不用想了，我们不会降息的，我们会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的。但是呢，市场看起来是不太相信美联储鲍威尔讲的话，到底是市场过分的乐观了，过分的憧憬了，幻想了美联储会降息呢，还是美联储有另外的目的在市场是对的？所以我们以后会深度的探讨，我用推算来判断，而且是教了大家如何去做一个决定。我把两面的数据给大家，你们自己看了之后，我相信你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一方面就是要看美联储未来到底会不会降息，另外一方面就是银行危机现在已经导致了银行的借贷紧缩了，银行自己出问题了，银行的钱都不够了，银行不借钱了。那银行不借钱等于是美联储加息，等于是美联储缩表把资金抽走，因为不需要美联储把资金抽走，在银行的借贷放缓的时候，银行这个像一个 multiplier 一个乘数，基本上银行那个把资金的乘大10倍，如果现在不借贷的话，它乘大10倍就变成乘大8倍，乘大6倍，在这里把市场里面抽走的资金一定会影响到经济放缓。这次银行的危机对美国的经济和全世界的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这也是考虑的因素。两个考虑的因素，美联储会不会降息，量化宽松又来了，还有一个就是银行这次的借贷的紧缩到底对这个市场会有多大的影响，对经济
会有多大的影响。目前来说，我觉得如果是量化宽松来了，这个经济还不太差，它会一下子暴升。如果是信心危机继续蔓延，银行的紧缩使到经济也出问题的话，这个股票有可能会进入一个下跌的趋势。目前两个可能都有，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话，那记得去订阅一下，因为我的 YouTube 里面现在的频率啊，不一定是一个礼拜上传视频一次，我们有时候看到有突发的事情的话，上传的视频会不规律的，看到了什么东西了，做好一个 YouTube 视频了就上传。那 Facebook 呢，我个人是上 Facebook， 有时候会写点东西，大家如果是没有 follow 我在奇葩啪这个 YouTube 的 Facebook 的话，也记得 follow 一下。现在外面很多的骗子乱用我的名字啦，我的照相啦，大家记得要有10万订阅者的那个 Facebook， 还有12万4订阅者以上的 YouTube 才是我的真正的频道和专业。订阅了之后看到我的真人，就不要被那些冒牌货骗了，也是给大家自己的一个保障，能够更快的得到我的信息的更新。讲回到鲍威尔讲的话呢，我是每一句话都听过的，讲几个重点给大家。第一个，他说了好几次，美联储现在工作还是要把通胀降到2%。第二个，他讲到了银行的危机的时候，他就 shrug 耸一耸肩，没什么问题，只是个别的银行风险管理做得不太好，我们还是要把通胀压下来。然后呢，这次的加息本来要加多点的，现在只加了0.25，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银行都在紧缩，借贷收紧了，这个效果等于是我们加息了，所以我们不用加这么多了。不是我们看到银行好像有危机了，我们才加少了，只是银行现在也不借钱了，或者借少了，所以呢，我们不用加那么多，也同样的效果了啊。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他还是鹰派，一只老鹰一样，坚定的要把通胀降下来，而他觉得他是 downplay， 把银行的事情尽量的缩小，好像是一家银行不好了，一两家银行冒了太多的险了，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他也很聪明，他这个话我全部听过之后，后来我又在一直思考啊，我也帮 GMT 的同学做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所以我一直在想，很多时候想了之后啊，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当然我没有问过鲍威尔，我是这样的推测，所以讲给大家听，做一个参考，大家同不同意，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留言区打一下。那第一个呢，他很聪明，他就把这个银行的事情，他说这个副主席在做研究，所以我不方便表态。第二个，这件事情呢是美联储和财政部和 FDIC 联手在管的啊，有人在看的。美联储的工作目标还是要把通胀降下来。我的推算了啊，第一个他留了一个后门，这个危机的处理不关我的事，我不想讲太多。第二个，他是给市场信心，因为我之前有给大家分析过，如果美联储因为银行的危机加息放缓了，甚至提早停止加息或者降息了，那这个通胀的魔鬼杀不死它又会回来了，就像那个火灾火苗还没有灭掉，就把这个水龙头啊关小了，那这个火灾的火苗不是又烧起来了吗？在这个时候美联储是非常的艰难，如果再加息的话，真的是越来越多的银行会出问题，包括经济也会出问题，那经济出了问题，对银行也会有问题，短期的利息上去了啊，虽然现在银行的问题出在长期的利息上去，但是短期的利息上去了，也会使到银行的利息的开支增长上去，所以它也不能加息加太多，但是不加息太多的话，通胀又会回来，那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鲍威尔老人家很聪明，美联储出口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法，美联储香港叫出口术，出口术用他的语言来希望能控制这个通胀，就说我们很认真的啊，通胀不会回来的，大家放心，因为通胀上去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叫通胀预期，如果大家都预期会有高的通胀，大家会怎么做？第一个，赶快把钱去用掉它，因为明年用的话通胀上去了，钱就贬值了，所以马上就去消费，这个会使到通胀上去。第二个，预期通胀的话，就是跟老板说了，哎，老板要加工资了，那老板加了工资之后，这个成本上去了，通胀也就上去了，所以呢，他现在要有就是出口术，出口术之后使到大家觉得哦，美联储还是在很认真的要把通胀压下来了，没问题的，就是觉得通胀会下来，所以通胀的预期会下来的话，长期的国债的收益率也会下来。我曾经说过一个隐忧，就是美联储如果不加息的话，通胀再回来的话，长期的那个国债收益率上去，债
债券价格下来，这就是银行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呢希望银行没什么问题，只是个别的问题啊，个别银行风险管理做得不好，我们还是很坚定的要把通胀压下来，出这个口述来稳定大家的信心。但是我们不要看他说了什么，我们看他做了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稳定大家。如果他讲老实话的话，可能大家都慌了，对这个通胀预期上去了，通胀自然会上去。我有留意他讲话的时候的神情啊，第一个好像很累，第二个好像很焦虑，这个眼睛都有点红，跟他1月份的时候讲话的那个神情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要听他说了什么字，也不要看文稿打了文字，或者是看那些其他人的分析，看了个标题，我们看他做了什么，而且市场反应什么。第一个，他加息真的加少了；第二个就是他已经说了，不是一个 ongoing basis， 我们加息不是一个继续会加的了。言辞当中改了2个字，市场已经打进去未来降息的可能性了。我们看到利率掉期已经把未来降息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看到下一个月的利息的加息可能性，市场已经看到美联储即将会停止加息，甚至是降息。降息当然不会下一个月了啊，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比以前来说是提前了降息了。这个是我的个人的推算，你们同不同意？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财政部 Fiscal Policy 耶伦，其实啊，他的辈分是很高的，他是个经济学家，他跟他先生都是很出名的经济学家，他也是鲍威尔前任的美联储的主席，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又做过美联储主席又做了财政部部长，就是 Monetary Policy 他可以说是权威， Fiscal Policy 他也可以说是权威，两个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当然他现在不做那个 Federal Reserve 了啊，他现在是做 Treasury， 但是他两边的操作都是完全懂的，而且他是一辈子在 Federal Reserve 美联储里面做事情和涨上去的。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了什么。他到了国会里面，他说了一句话之后，整个银行又跌了啊。他说我们没有必要改变法律，变成了以后啊不是25万下面才保，以后全部都保。但是他也说了，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做果断的行动来保障存款是安全的，但是呢不要立法。我觉得不要立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是立了法之后可以给人家更大的信心吗？现在银行整个世界所欠的就是信心，如果美国改变法律，把所有的存款无限制的包底有保障，不是更加给人家有信心吗？他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做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心理战，一个话术。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在同样的 downplay， 没问题的，只是1、2家问题，只是1、2家这个银行问题，我不觉得有需要改变法律。他就希望大家觉得这个银行的问题只是1、2家搞定了，我们已经上个礼拜啊把全部的 SVB Silicon Valley Bank 的存款保障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大家已经不要再纠缠了。这是他讲的话，但是我们看一下他做了什么。上一个星期的直播给大家看到，他跟鲍威尔跟那个大通银行的经理还找了12家银行，救了第一共和银行，所以他没有闲着，他一直在工作。而且呢，这个背后啊，你要放到2位老人家啊，这么高的官了啊，这个周末都不放假在做工作，其实背后的严重性是很大的，就是要2个这么高层的官员不放假在处理问题，但是他们不能够让大家看到哇这件事情很危险了，我们 golf 都不打了，我放假都不放了，在处理这个救火的危机了，那人家哇看到我这么大的火赶快逃，这就会衍生了更大的问题。所以他们还在尽他们的所能，使到大家感觉到没有问题。大家千万不要被传媒也好，官员讲出来的话所误导，因为最终还是要自己保住自己的钱财重要。所以来到这里，七爸爸给你们独特的分析推算，应该外面听不到的，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